Hello，大家好，我是不学测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最近你应该看到很多人在分享有关于半导体的 ETF，因为现在的 AI 概念股或者是晶片概念股啊，台积电啊、NVIDIA 都非常的红。但问题是啊，很多人看到半导体 ETF 就以为他们投资的东西应该都差不多吧？好像只有品牌不一样，代号不一样。但其实他们的投资方向跟他们的投资目标啊，差距非常的大。那有些 ETF 呢，它是在买台湾的半导体核心龙头，他们的台积电比例啊，可以高达43%。那有些是在买海外或者是美国的晶圆科技大厂，那台积电的比例啊低至4%，更有些啊是押注在半导体的上游产业，像是制造工业气体的公司。所以你会说，这些半导体的 ETF 他们是投资同样一个东西吗？那今天这支影片 Kevin 会直接将台湾挂牌聚焦半导体的8档 ETF 分享给你，我会按照他们的指数规则呢分类给你看。那看完这期影片，你就会知道半导体 ETF 你应该要怎么投资，你也可以更清楚明了你自己手上买的这些半导体 ETF 到底是什么，而不会像一般投资人就像是冲盲盒一样随便买哦。我可以给我的车头切好吗？好，那首先呢，台湾有8档半导体 ETF， 我会把它分成3大类。那第一大类它就是以台湾的半导体核心为目标，那第二大类呢就是特殊的主题型的 ETF。那第三大类的话呢，则是海外半导体型的 ETF。那以台湾半导体核心为目标的，第一个就是00891的中信关键半导体，那再来是00892的富邦台湾半导体，还有00904的星光台湾半导体30 ETF。那特殊主题型的有2档，分别是00913的兆丰台湾晶圆制造 ETF， 还有00927的群益半导体收益 ETF。那第三类则是海外半导体型的 ETF， 那分别是00830的国泰费城半导体 ETF， 还有00911的兆丰洲际半导体 ETF， 以及00941的中信上游半导体 ETF。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介绍台湾半导体核心类型的 ETF。那第一档就是00891的中信关键半导体，那它所追踪的指数是台湾 ESG 永续关键半导体指数。那这个指数呢，它会先锁定台湾的半导体相关的公司，然后再把 ESG 这个因素给纳入进来。那 ESG 就是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跟公司治理。那在2026年有一个新条款，那就是神山条款。那它是在讲，如果某档成分股像是台积电，在台湾的加权指数当中呢，它的占比超过了20%，那00891就可以跟进加权指数的比例来做调整。所以这档 ETF 00891，它的一个台积电的比例啊，大幅的上升到40%以上。那如果要给这档 ETF 一个简介的话，那我会认为它是一个台湾的半导体，再去加上ESG 筛选以及权重控制，不过它的权重控制已经被削弱了。那第二档 ETF 是00892的富邦台湾半导体 ETF。那这档 ETF 呢，它是追踪 ISFASET 台湾核心半导体指数。那这个指数呢，它除了会市值筛选之外呢，还会去考虑公司的获利能力，像是它会使用 GPA 这种获利能力的指标来进行筛选，从这些公司当中呢，去挑选本业体质比较好的半导体公司。再去加上呢，这个指数呢，还会严格限制第一大成分股它的一个权重不能超过25%。所以如果你已经投资了非常多的台积电，你不想让台积电的涨跌啊，又决定了你整个投资组合的报酬，那00892的这种设计呢，其实会蛮适合你的。所以00892它比较像是台湾的半导体，再去加上获利品质的筛选以及权重的控制。那再来第三档则是0094的星光台湾半导体30 ETF， 它所追踪的指数是台湾指数公司台湾全市场半导体精选30指数。那它会从台湾的上市柜的半导体公司当中呢，挑出市值前30大的公司直接纳入。那它不会看 ESG， 也不会看获利能力，就是只看规模。但是呢，它还是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呢，它在2026年以前呢，它的单一个股的权重呢上限是30%，但是呢，在2026年之后呢，它变成了一个动态调整。如果该股票好像是台积电，它在台湾的加权指数中的权重超过30%的话，那00904的上限就可以跟着大盘一起调整。所以00904它的台积电的占比也高达了41%。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它原本的前5大成分股只能占比60%。那现在呢，可以大幅的拉升到65%。那00904呢，我会把它认为是一个台湾半导体，再去加上市值前30以及权重控制。不过呢，它的权重控制跟前面的00891的中信关键半导体一样，都被削弱了。那我们做一个小结，如果你想要投资台湾半导体核心为目标的 ETF，
就是我刚刚所介绍的这3档00891、00892跟00904，它的名字都很像，但实际上你也可以发现到我刚刚所讲的，它们的指数筛选规则是差距蛮大的。如果你想要投资半导体，又想要重视 ESG， 那你就投资00891。那如果呢你想要投资半导体，也还要求它的一个获利品质，那就投资00892。那如果你只是想要进行一个半导体投资，而且呢你想要公司大、权重就高的这种市值筛选的话呢，那就选择00904。好，那再来就是另外一种 ETF 类型，就是特殊主题型的 ETF， 分别是00913跟00927。那我们来先介绍00913。00913是兆丰台湾晶圆制造 ETF， 它所追踪的指数是台湾指数公司的特选台湾晶圆制造指数。那它的定位就是聚焦在台湾的晶圆制造链，它不像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3档 ETF， 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3档 ETF， 虽然它们还是有各自的特性，不过呢，它们的核心目标还是想要代表台湾的半导体。也就是说呢，前面那3档 ETF 呢，它是包含了设计、制造、封装全部都包在一起。不过呢，这一档 ETF 00913的兆丰台湾晶圆制造 ETF， 它就只纳入了半导体产业当中的晶圆产业。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认为台湾的晶圆产业是最强的，你只想要投资这一块，那就选择00913。那另外一档主题型的 ETF 是00927群益半导体收益 ETF。那这档 ETF 呢，它所追踪的指数是台湾指数公司特选上市上柜半导体收益指数。那这档 ETF 的含积量是台湾的半导体 ETF 当中呢最少的，它只有 15%， 因为它的规则已经锁死了单一个股最高权重不能超过 15%。 那除此之外呢，这一档 ETF 它的另外一个主要特性就是它会纳入收益以及配息的考量。也就是说，它的选股逻辑不是看这些公司它未来能不能代表半导体的产业，它能不能持续成长，它主要是看这些半导体的公司能配多少股息给投资人。但是其实这边就有一个盲点你想想看，如果一家半导体公司像是 NVIDIA、台积电，他们还在持续的爆发性的成长，就是他们赚到的钱非常的多，都会持续的去投入他们的业务当中，持续的发展，然后明年又可以赚更多钱。如果是这种公司的话，你觉得他会配发高额的股息给你吗？答案是不会的，因为他们把这些收益呢拿来再投资他们自己的产业，所创造出来的那种股东权益的增加，会比这些股息直接配发给投资人来讲更好。所以呢，如果你在这种高成长的产业当中，纳入了这种配息的因素来进行筛选，其实我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会配息的公司往往就是他们的成长已经受限了，就是他们今年赚到的钱继续拿来发展他们的业务也不会赚更多钱，他们就不如把钱配发给投资人。高配息的公司往往就是这种状况，那特性就是呢公司非常的成熟，但是呢他们的业务已经发展受阻。所以00927的话呢，我会把它认为是一种聚焦在收益类型的 ETF， 而且呢这档 ETF 它有收益平准金，也就表示它的股息可能来自于你的本金好，那这2档 ETF 就是聚焦在特殊主题型的，那就是00913聚焦在晶圆制造，然后呢00927的话呢，则是聚焦在收益配息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海外半导体型的 ETF， 那分别是00830、00911跟00941。好，那我们先看00830。那00830它是国泰费城半导体 ETF， 那这档其实非常的直观它就是追踪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指数如果你是投资半导体产业有一段历史的一个投资人你比较资深的话，你一定听过这个指数，那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它主要是投资美国上市的半导体公司，而且呢它是纳入30家最强的公司，然后它的一个成分股有一个权重的限制是一个阶梯式的第一大的它只能最高12%，那再来的话呢是10%，然后第3名的话呢是8%，然后第4名的话呢则是4%。那目前的权重就是辉达这家公司呢有11%，那再来的话呢则是博通有8%，然后超微的话呢则是7%。那辉达执行长大家比较熟悉，就是黄仁勋，然后超微的话呢则是苏之峰。那这2家公司的执行长全部都是台湾人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其实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个人才输出或者是输入都非常的强全世界你只要找那种有名的半导体公司几乎都跟台湾有关那00830就是美国半导体
然后呢市值前30，再去加上权重控制，然后这档 ETF 呢也是包含台积电哦，台积电占比大概是4%左右。那另外一档就是00911的兆丰洲际半导体 ETF， 那这档 ETF 它所追踪的指数是洲际半导体指数。那这个指数呢，它跟费城半导体指数其实非常的接近，都是追踪30家美国的半导体上市企业，但是呢它的权重是更加的分散的。那我们刚刚有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它的权重是12%、10%、8%跟4%。那洲际半导体指数的话呢，它的权重就比较不一样，前5家公司的权重呢是最高8%，那其余的则是4%，而且它还严格限制 ADR 公司它的总权重不能超过10%。那 ADR 公司就是指非美国的企业，好像是我们台积电就是属于 ADR。所以00911的兆丰洲际半导体 ETF， 它会比00830的国泰费城半导体 ETF 还要更 focus 在美国的本土企业哦。那00911就是美国半导体，它是更加的重视。再来的话呢，就是市值前30以及权重控制。好，那另外一档则是00941的中信上游半导体 ETF。那这档 ETF 呢，它的名字里面也有半导体。但是呢，它跟我们前面所介绍的所有的半导体 ETF 都相差非常的大，因为这档 ETF 呢，它主要是投资在上游的半导体产业，所以呢，上游的半导体产业是什么产业？主要就是属于原物料的，所以这档 ETF 它的目前前2大成分股，像林德跟信越，主要就是工业气体的制造哦。这档 ETF 呢，跟其他 ETF 差距就非常的大，它的机会一点都没有。00941呢，它就不是广义的去投资半导体的产业，而是聚焦在上游设备以及材料哦。所以台湾的海外半导体型的 ETF 呢，就是这3档。那其中2档呢，就是有台积电的占比，不过呢比例变得比较少。然后另外一档的话呢，则是完全没有台积电的占比。好，那我们介绍完了台湾上市的半导体型的 ETF， 总共有8档。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完成这个表格。那他们的股价的方面的话呢，全部都是台币计价的，那基本上就是50块钱内就可以买到一股了。然后资产规模方面的话呢，最大的就是国泰费城半导体 ETF， 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459亿台币。那第2大的话呢，则是中信关键半导体 ETF， 它只是来到了355亿台币。那受益人数方面，最多的是国泰费城半导体 ETF， 它是来到了15万人左右。那第2名的则是中信关键半导体 ETF， 它是来到了13万人。那内扣费用方面的话呢，国泰费城半导体 ETF， 因为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它的一个内扣费用可以大幅的压低。2025年的内扣费用只有 0.34% 哦。非常非常的低。那像是兆丰洲际半导体 ETF， 这档 ETF 呢，它虽然跟国泰费城半导体 ETF 非常的雷同，那主要就是权重控制的比例不一样，跟 ADR 的限制。但你可以发现到多了这一点变化，但是它的一个内扣费用就来到了 1.27%。那主要的原因当然也是因为它的资产规模非常的小，只有7亿台币。所以呢，它的内扣费用就压不下来咯。好，那配息频率的方面的话呢，这几档 ETF 有半年配、有季配，也有年配息的。大家可以自己参考。那有一档 ETF 它是完全不配息的，就是它所拿到的所有的股息呢，都会直接在纳入他们的基金净值当中，帮我们自动进行复利成长。那这档 ETF 就是中信上游半导体 ETF。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过去这1年的绩效。其实这几档 ETF 过去1整年的绩效都非常的亮眼，平均都有 50% 以上的报酬哦。好，那我们看完了这8档 ETF 的介绍，你会发现到这8档 ETF 没有一档 ETF 就是最强，因为他们的领域都各自不同。所以呢，你要怎么投资呢？主要就是要看你想要投资半导体产业当中的哪一块，你更重视哪一个筛选标准。那这边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那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对半导体产业不是非常熟悉的台湾投资人，那我建议你要注重风险分散。毕竟我们台湾人嘛，我们的薪水、我们的房产，甚至我们其他的股票，可能很大一部分呢，全部都跟台湾相关。如果你想要在退休的时候，你想要走得更安稳，就是你想要让你的资产的风险可以更加分散的话，那选择非台湾成分类型的海外类型的半导体 ETF， 像是00830或是00911或是00941，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策略。好，那这个懒人包的表格呢，我已经将它整理好，放在下方的置顶留言栏以及资讯栏当中。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直接点击下载，完全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哦。那除了投资半导体产业之外，如果你还想要投资美国的整体产业，像是你想要找一个稳健的投资基石，连股神巴菲特都公开推荐的一个投资标的的话，那我强烈建议你可以看我上面这一期影片。那这期影片是教大家如何投资美国的大盘，
标普500指数。我在这支影片当中呢，有教大家如何用一个节税的方式呢，低成本的去参与美国最强的500家公司的成长。我觉得广泛分散依旧是我们投资的时候呢，最需要注重的一件事情。另外，如果你跟我一样想要直接去投资美国的股市的话，那我也很推荐大家去使用 IB 盈透证券。那这家券商呢，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券商之一，它目前的市值排名比我们台湾的前3大金控股的市值加总都还要大。那无论是手续费还是产品的丰富程度呢，都是业内顶尖的。如果你对这家券商有兴趣，你可以先加入我所创立的 IB 中文交流区。那目前呢，它的一个成员呢已经接近1万人了。你可以先加入这个社团，看大家是如何使用 IB 盈透证券。那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社团当中进行发问，那我都会在这边回复大家的问题。那如果你想要直接进行 IB 盈透证券这家美股券商的开户的话，那我已经有拍好一支影片，就是这一支影片。那我会在这支影片当中呢，一步一步的教你去填写资料，完成审核。那就算你是一个完全的美股新手，也可以照了这个影片呢，快速的上手哦。好，那最后就轮到你来回答了。听完上面这8档 ETF 的解析，如果你现在要选择投资一档 ETF， 你会选择投资哪一档呢？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哦。好了，我是不觉得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如果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重工业的气体，像是一些产出工业气体的公司，好像是制造，像是制造工业气体的公司。